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中国历史上啊，历来有红颜祸水之说。这个大家很清楚。就比如像妲己呀、褒姒啊、杨玉环这样的，如果王朝走向没落了，走向衰败了，那么他们就是出来顶缸的，他们就是来顶罪的。其实祸水这两个字啊，最早还真是就是用来形容女人的。这两个字呢，最早出自于《资治通鉴》，是说啊，当初汉成帝的时候啊，汉成帝宠爱赵飞燕和赵合德。赵合德呢是赵飞燕的妹妹，这姐妹二人呢可以说是垄断后宫。当时宫里呢有一个批香博士叫卓方成的，曾经对着赵合德的背影说了一句：“此祸水也，必灭火矣。”因为汉朝啊，当时按五行来说算是火德，那么赵合德这个女人就被卓方成说成是祸水，水能克火，也就是说卓方成预测赵合德早晚会让汉朝走向灭亡，会覆灭了汉。这个卓方成呢，他只是宫中的一个夫人，并不是什么大智慧之人。但是他这句话呢，多少也算是应验了。汉成帝以后就是王莽篡权，虽然后来又恢复了西汉政权，但是没过两帝也就走向了灭亡。这就是祸水这两个字的由来。从历史中记载的那些所谓的最后祸国殃民的那些红颜祸水们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红颜，都是美女。但是啊，在西晋的时候却有这么一个女人，她不是红颜，她是一个丑颜，但是她居然开创了我很丑但我依然很祸水的新纪元。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女人呢，就是西晋时晋惠帝的皇后，她的名字叫贾南风。说起这贾南风啊，您可能不是很熟悉。要说起晋惠帝呢，您可能更不熟悉。但要提起晋惠帝曾经说的一句名言，那你肯定就想起他是谁了。晋惠帝曾经说过：“何不食肉糜？”就是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傻皇帝。贾南风就是晋惠帝司马衷执政期间专权的那位皇后。也就是因为这个贾南风，最后引发了八王之乱，最后导致五胡乱华，也使得中华民族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的一个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几乎被灭族。这一切呢，这个贾南风都是难辞其咎。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位丑皇后贾南风的故事。当然了，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咱们也不能让这个贾南风背负所有的罪，当然也不能让她的丈夫那位晋惠帝司马衷来背，他本身就是一个智障人士，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但是啊，能把皇位传给一个有智障的人，让这样的人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传皇位于司马衷的晋武帝司马炎就应该是难辞其咎了。而且不仅如此，在司马炎执政期间，他制定的一些政策也是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原因。所以呢，在说贾南风之前呢，咱们先说说这个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我发现很多朋友啊，对西晋、东晋、南北朝这段时间历史呢，并不是特别清楚。在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呢，也是一带而过，并没有说得很详细。所以今天呢，我想呢，就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段时间历史，通过晋武帝司马炎以及后面的贾南风这些具体的人物，然后呢，咱们把这段历史呢重新的回顾一下。我们就先从晋武帝司马炎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呢，在他执政的初期呢，应该说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开创了太康之治，当时可以说是国富民强。而且在他执政中期啊，还吞灭了东吴，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这次统一呢，是自黄巾起义以后，历经91年，终于中华大地又回到了大一统的局面。可以说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说起伐东吴啊，其中出现了几个人物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聊聊，很有意思。第一个人我想跟大家聊的呢，他叫杨户。杨户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外祖父叫蔡邕。这蔡邕是谁呢？在以前的节目中呢，我跟大家提到过，蔡邕呢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首创的飞白体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认可。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儿，就是蔡琰、蔡文姬。而杨户的母亲呢，是蔡邕的另外一个女儿，所以蔡文姬是杨户的姨母。
一说起这蔡文姬啊，这很明显是逼着我跑题的节奏。但是呢，真的这次是不能跑。要说起来啊，时间太久，所以我想呀，可能在下一期专门出一期，咱们说说蔡文姬。当时这位杨护啊，是受到了司马炎的充分信任，让他总管荆州的兵马。荆州呢，是当时等于是处于对东吴作战的最前线。这个时候呢，东吴和晋之间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与杨护对垒的是东吴的名将陆抗。陆抗是谁呀？大家知道《三国演义》中记载的火烧连营的陆逊，陆抗就是他的儿子。说起来啊，陆抗和杨护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陆抗呢作为东吴的主帅，杨护呢作为晋军的主帅，双方对峙了很长时间，但是双方呢彼此都特别有礼貌。如果是在东吴这边打猎捕获的猎物受伤以后逃到了晋这边，晋这边捕获以后呢，会给东吴这边送回去。东吴这边也是这样做。两国之间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也都是约定好日期，商量好时间、地点，都确定好了，然后打一架。打完了以后，然后各回营。而且杨护跟陆抗的私人关系呢，可以说完全建立在君子之间的对对方品格的高度信任的基础上。陆抗呢曾经生病，然后呢杨护呢就派人把他知道的成药送给了陆抗，让陆抗服用。陆抗呢想都不想，马上拿起这药就喝了。当时陆抗身边的人啊就劝他说的：“您不能喝呀，这万一要是下毒呢？”然后陆抗就大声笑着说杨护岂是下毒之人。然后陆抗为了感激杨护呢，就知道杨护喜好喝酒，于是呢就送了一坛美酒。杨护收到酒以后，打开蜡封，也是想都不想就开始喝。旁边人呢看的也是瞠目结舌。后来陆抗病逝以后呢，杨护呢就继续用这种仁德的方式收买东吴人的人心。当时东吴呢正是后主孙皓执政期间，孙皓呢是个暴君，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挖人的眼珠子，剥人的皮，所以东吴的人啊很多都是怨声载道。而杨护呢就抓住了这个机遇，他不断的用各种手段收买人心。很多东吴的人呢最后都跑到了杨护所在的晋国的土地上来生活。后来杨护呢还向司马炎上书，让他抓住孙皓执政的这个时候兴兵灭吴。而且在这之前呢，杨护呢还为灭吴做了一切所能做的战略上的准备。最后很可惜啊，在司马炎决定用6路大军发动历史上称为晋灭吴之战的时候，杨浩呢已经病逝了。但是呢，他在这之前所做出的所有努力，这些战略上的准备，以及他向司马炎推荐的一个人，在最后的灭吴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史书记载啊，当司马炎知道杨护病逝的消息时，痛哭失声。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司马炎的眼泪啊、鼻涕啊，都粘在了他的胡子上，形成了一层白霜。杨护在他驻守的襄阳城里的威望非常高。他死以后呢，襄阳人还特意建了一座杨公碑，因为很多人在经过杨公碑的时候都不禁思念他而坠泪，所以呢，这个碑又叫堕泪碑。而且在杨护去世以后，荆州人呢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避开了他的护这个音，所以把这个护字就叫成了门。可见杨护在荆州人心里的地位啊，那是远远超过也曾经驻守在荆州的关羽关二爷的。杨护呢还有一句名言，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他曾经说过：“人生不如意事十居七八。”后来到了后世呢，南宋词人辛弃疾啊，觉得自己的境遇啊还比杨护要惨很多，于是呢，他在杨护的基础上又加了10%的，就变成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宋代啊，还有一个诗人叫方悦的，写过2句诗，叫“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无二三”。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真可以说是一代更比一代惨啊。当晋武帝知道东吴已灭的时候呢，他曾经发出一声长叹，说：“此乃杨太府之功啊。”杨太府指的就是杨护。刚才提到啊，杨护曾经还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了一个人来主导东吴的战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杜预。杜预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中国的达芬奇。他不仅是通军事、
通水利，通各种的机关呀、手工制作呀等等等等，他可以说是一位全才，也是一位绝对的天才。杜预呢，他是既入了文庙，又入了武庙的这么唯一的这么一个人。那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曾经建了一个文庙，就是祭祀孔子用的，其中选了20多名的文人作为陪祭，其中就有这位杜预。而也是在唐朝以及在随后的宋朝，也相对应的建造了一座武庙，其中有选了前朝的64名将军，其中也有杜预。所以说杜预啊是身跨文武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可惜啊，对这样的人物呢，我们后世的人呢知之甚少，所以呢也就想借此机会跟大家聊一聊，知道我们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了不起的人。杜预这个人呢，他不会骑马，也不会射箭。他射箭啊，不小心能射到自己的脚趾头上面。骑马呢，也经常会从马上摔下来，骑得歪歪扭扭的。但是呢，他行军打仗完全凭借的是他的头脑、他的战略思维、他的战术。所以东吴的将领啊，最怕的就是这个杜预。杜预呢，也是最后主导了吞灭东吴的战争，而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说起杜预啊，他的后代在唐朝的时候呢，有2个人也都非常有名，大家可能也猜到了。第一个人呢，就是他的第13代孙杜甫，另外一个人是他的第16代孙晚唐的杜牧。虽然说杜甫跟杜牧并不是说是一支的，但是他们都是杜预的子孙。晋伐吴的战争呢，进展得非常顺利啊，因为在这之前呢，孙皓已经彻底失去了人心。孙皓呢，最后看到大势已去呢，就投降了。他自己呢就被押到了晋都洛阳。说起来，孙皓这位东吴后主啊也很有意思。这个人确实是非常的暴虐，他确实喜欢挖人的眼睛啊，把人的皮撕下来等等，爱使用那些酷刑。但是这个人呢又是有一定的文采，而且呢，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有辩才的这么一个人。举个例子，就是他被押送到晋都洛阳的时候呢，当时晋武帝司马炎呢设宴款待他。司马炎呢有一点嘲讽的意思，就对他说朕在这边留了一个座位，已经等你很久了，意思就是我早就知道我要把你抓过来。当时孙皓呢也是毫不示弱，他马上就回了一句，说在南方我也有一个同样的席位等阁下很久了。这个言辞上是一点也没吃亏。随后呢，司马炎身边的宠臣贾充又说了一句，说吴主，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挖人的眼珠、撕人的皮呀？这到底是为了何事啊？然后这位孙皓呢，不加思索的就回了一句，说这些刑罚都是为了那些弑君谋逆的反臣所预备的。当时就把这个贾充啊憋了一个大红脸。为什么呢？因为贾充在历史上有一个劣迹，是他无法抹去的，是什么呢？是当初曹魏时期，当时的皇帝曹髦愤恨于司马氏专权，自己起兵，亲自带着兵去谋反。皇帝谋反，就跟那个北齐的高阳对着北魏的皇帝说那么一句话：“陛下，难道你想谋反乎？”这话听着当时皇帝都晕过去了。我是皇帝，我谋个什么反？这个曹髦也是带兵谋反，他亲自上阵。当时贾充呢是带着兵马来平叛，就在宫中就打起来了。但是因为曹髦是皇帝，没有一个司马氏的士兵敢去跟皇帝动手。然后这时候呢，贾充就喊了一声，说谁要是杀了皇帝，曹髦就赏1000户。这时候呢，就出来一个叫程济的这么一个没脑子的家伙，然后他上去一矛就把这个曹髦给扎死了。后来这个皇帝发动的所谓的叛乱虽然被平息了，但是呢，毕竟弑君是一个天大的罪名，好多大臣啊都弹劾贾充，让当时掌权的司马昭治贾充的罪。最后呢，司马昭呢还是没舍得杀这个贾充。而把那个当时那个250程济给灭了3族。但是啊，谁都知道贾充是这次弑君的主凶，所以孙皓这么说，等于正好戳中了贾充的软肋。贾充当时臊的是无地自容。而这个贾充又是谁呢？他就是一会儿我们要讲的贾南风的生身父亲。说起来啊，晋武帝还是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呢，在这一点上，在他的仁厚这一点上也是共同的。他不光是善待了投降的孙皓，
让他能够最终养老送终。而且呢，对以前的刘协，就是以前的汉献帝，后来被曹丕封为山阳公的刘协，以及刘备的儿子后来被封为安乐公的刘禅，都是非常的善待，都让他们的后代一直保留他们的封地，并没有难为他们。之所以后世的人认为晋武帝司马炎应该为后来发生的八王之乱承担责任，一方面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最后把皇位呢传给了这个有点痴呆的儿子司马衷。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呢，就是他建立晋朝以后呢，他就开始大规模的封王，封的都是司马家的司马姓的王爷。最开始呢封了27个王，后面呢又封了50多个王，等于是各个郡守都有他们司马家的王爷驻守。而且这个王爷呢，不光是掌管着民政权，而且还掌管着军事大权，这些就为他们最后发动内乱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其实晋武帝之所以这么做呢，也不是说他就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危害性，他也是近乎于无奈，因为他是吸取了当年曹魏的教训。当年曹魏政权呢，就是他们的姓曹那些王爷呢，都分在各地，都分的地方很小，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军事权力，每个王爷手中最多只掌握着1000的老弱病残军，只够扫地啊什么的，站个岗什么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军事实力。以至于到后面司马作乱的时候呢，曹家根本就没有一个亲王能够起兵勤王，因为他们权力早就被最高统治者剥夺了。所以晋武帝也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才封了这么多的本姓王。而且当时晋朝的政治局面呢，是处于那种门阀与皇权共治天下的这么一个局面。而晋武帝此举呢，也是想进一步拉大自己的皇族与那些其他的门阀族之间的距离，这样呢更加巩固皇权。所以说他的初衷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大量的分封同姓王、李姓王爷，而且呢李世民呢也是把皇位传给了他的所有的皇子中看起来最没有能力的那一个，就是李治。但是呢唐朝呢最后却是绵绵几百年，而西晋呢却是短短的几十年就亡国了。所以说这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因为分封了本姓王就铸成了最后亡国的命运。总的来说呀，晋武帝司马炎的前期中期的国家治理还是颇有成效的，开创了太康之治，国家呢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到了晋武帝的晚期啊，他就有点开始膨胀起来了。举个例子啊，晋武帝呢从东吴的孙皓的皇宫中掳来了几千名的妃嫔宫女，把这些人啊精挑细选，都充斥到了他的后宫里。这样的话，他的后宫中的美女人数啊，就达到了将近1万人。所以这时候的晋武帝啊，也不好好的上朝理政了啊，他每天想着就是怎么下了朝以后啊，我要去光顾哪个妃子。到最后啊，他想都觉得很费脑筋，因为人太多了，他都光顾不过来了。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主意，他就在宫里啊，坐着那个几头羊拉的一辆车，在宫里闲逛。这个羊在哪个宫门口停下来了，他就到哪个宫里去，在那里巡行一番，跟那个宫女呢，跟那个宫里的是妃子呀还是什么，一起探讨一下生命的意义。那众多妃嫔中呢，有很多都是哲学爱好者，都希望能够跟皇帝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这样的话，他们就想尽办法，有的人呢就想出了一些主意，他们在自己的宫门口啊，地上啊撒上一些盐，或者呢是在宫门口啊摆上一些特别嫩的叶子，羊爱吃的叶子。羊呢喜欢咸味儿，尝到咸味儿以后，它就会驻足在那儿舔，又喜欢吃嫩叶子，这样的话，它就在那宫门口就停下来了。这样皇帝呢就有机会去和这个宫里的妃子啊去探讨生命意义了。但是后来啊，渴望皇帝语录的那些妃子们都使这招，这皇宫啊就有点不太像样了。
地上尽是盐，然后呢，宫门口呢竟摆上一些嫩叶子，可以说是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这个典故呢，历史上叫羊车忘幸。但是如果有的妃嫔不想和皇帝探讨人生意义，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当时他们是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但是后世有人呢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可以在他们的宫门口啊，架上一个烤全羊的架子，然后在那里烤全羊，或者呢烤羊肉串。这样的话，那些羊肯定见到以后，肯定是羊不停蹄的就会跑掉。这位后世的人呢，不是很有名，他也爱给古人起外号，大家可能猜出来了，没错，正是在下。好的，刚才呢只是开一个玩笑，下面呢我们来继续说一说贾南风。说起这贾南风呢，他跟我的姓氏还一样，都姓贾。按理来说呢，家丑不可外扬，所以是不是应该说他呢？我还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后来我想啊，我这个不能叫家丑外扬，我这叫清理门户。贾南风能够成为太子妃，能够成为司马衷的妻子，其实是很幸运。当初在选太子妃的时候呢，是有2家的人选，一家是贾充贾家，另一家是朝中的大臣魏冠魏家。当时晋武帝曾经说过，魏家种贤而多子，美而少白，而贾家呢，则是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说起来，这个晋武帝说话也挺损的。你说人长得矮就行了，还说人短，丑而短黑。不知道这话让贾家的女儿们听见了，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但是呢，当时的皇后杨艳，还有朝中站在贾充一党的大臣们，都极力的劝晋武帝娶贾氏女为太子妃说这个贾氏的女啊，多么多么的贤良。最后呢，晋武帝呢也无奈，可能也是考虑到自己儿子的现状，最后呢就答应了娶贾氏女做太子妃。贾充呢有2个女儿，贾南风呢是长女，还有一个次女，次女叫贾武。起初贾充是想把次女嫁给太子的，但是呢，后来给这个次女一试妆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次女啊实在是太短了啊，不是，实在是太矮了，连一个正经的衣服都穿不上，所以没办法，就让他的长女贾南风做了太子妃。关于贾南风的长相啊，在正史《晋书》中记载的是比较一致的。除了像我刚才说的，说她丑而短黑以外呢，后面呢，在她当了皇后以后，还有几句文字形容她的长相，说她肤色青黑。这个黑就已经很不好了，还加一个青字，这听起来啊，根本就不像形容一个人的肤色，好像是说一副哑铃。而且呀，不光是肤色青黑，而且是眼角上还有一块胎记。大家可以想象啊，这种相貌是完全可以达到让人瞬间清醒的效果。可是啊，也可能是在正史上说的有些太过分了，后世呢，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就说不管从遗传各方面来讲，从贾充的妻子郭槐也是一个美女，怎么能生出如此丑的女儿呢？而且贾南风的妹妹贾武最后居然长成了一个大美女，而且呀，还有一段函授偷香的典故。这函授偷香又是什么意思呢？稍微跑题。这函授偷香啊，指的是函授偷偷的暗恋上了贾武。贾武呢是大美女，又有才；函授呢也是美姿容，而且富有才气，是韩非子的后人。他爱上贾武以后呢，就偷偷的跟他谈恋爱。最后呢是被贾充发现了。贾充是怎么发现呢？贾充是闻到了函授身上的香气呀，跟他女儿贾武的房间的香气是一样的，那种熏香的味道，所以呢就发现了函授跟贾武的私情，最后也没办法，就把贾武许配给了函授。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吧。这个典故叫函授偷香。这妹妹长得人见人爱，这姐姐怎么会长得人神共愤的样子呢？我个人觉得贾南风长相呢，第一并不是特别重要，跟他以后做的事情跟他的长相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呢，她应该是一个长相很普通的一个女子啊，可能没有她妹妹那么漂亮，可能也没有史书上说的那么丑。因为从以往的史书记载，如果说这个女人
祸乱朝廷啊，然后导致朝廷的灭亡啊。一般呢，他不会指责这个女人的长相，反而呢会说这个女人用美色惑君等等等等，不会说从贬低女人长相入手。既然禁书上呢在贾南风的长相上说了这么多，应该说她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因为如果她长得很漂亮很美的话，那禁书上也没必要否认这一点，而且还可以利用这一点说她用美色惑君等等，又给她安上这条罪名。所以呢，我觉得贾南风长相应该是很普通，至少在后宫里面是很不起眼。贾南风做了太子妃以后呢，属于那种醋劲儿特别大的女人，她不允许司马衷和其他的妃嫔啊、宫女啊有什么来往。一旦发现了，她是手段非常毒辣。曾经有一个妃嫔或者是宫女怀孕了，贾南风知道以后呢，就用戟去砸那个宫女或者妃嫔的肚子，直到把这可怜的女人砸到流产，贾南风才罢手。贾南风这种行为啊，当时就激起了晋武帝的不满啊，非常的不满，因为他等于是谋害了皇帝的子嗣。于是呢，晋武帝呢就想把这个贾南风啊废掉他的太子妃，然后把他押到金庸城，金庸城可能是一个冷宫吧。把他押到金庸城那里去，让他反省反省。贾充知道了以后呢，就派了很多说客去说服晋武帝啊，其中有当时晋武帝的妃嫔之一冲华赵粲。赵冲华呢就劝晋武帝说嫉妒啊是女人的天性，这一点等到贾南风长大一点，他自己就会改正的。说你不用惩罚他了。然后呢，当时的皇后杨子，这时候的皇后已经不是杨艳了，而是杨艳的堂妹杨子。杨艳呢已经过世了，皇后杨子也来劝晋武帝，就是打消这个废太子妃的念头。最后晋武帝呢也禁不住劝，这件事情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晋武帝也有过废掉这个太子的念头，觉得这个太子的智商啊堪忧。但是呢，他以前的皇后杨艳就劝他不要废长立幼。晋武帝呢也曾经给司马衷出了一道题，让他考他的智力。晋武帝呢曾经拿了几份奏章交给了太子司马衷，让他批阅。司马衷哪看得懂这些东西啊？当时的贾南风呢就心生一计，他让司马衷的老师赶紧把这个答案写好了，交给了贾南风。贾南风一看啊，觉得水平太高了，不大像是司马衷写的，于是呢，又让身边的人呢给修改了一下，把水平呢降低下来。司马炎看完以后呢，觉得虽然说不是特别好吧，但是呢，逻辑上呢还算是说得通，于是觉得这个太子啊还可以当下去。就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到后来，晋武帝司马炎的身体呢就越来越不行了。当时朝中主政的大臣有两派，一个是汝南王司马亮，另外一个是他的老岳父杨俊。司马炎呢是想让司马亮和杨俊共同辅政，这样呢就会形成王族和士族阶层两股势力的相互掣肘，有利于维护皇权。这是司马炎的如意算盘。但是呢，随着他的病越来越重，皇后司马炎和他的父亲杨俊就矫诏说，今后辅政呢只是由杨俊来辅政，就没有司马亮什么事儿了。司马炎驾崩以后，司马衷继位，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帝。顺便说一句啊，晋惠帝这个惠这个谥号，从司马衷以后，后世就没有人再用这个谥号，因为这个惠字已经让司马衷给搞臭了。晋惠帝继位以后呢，朝政呢完全把握在杨太后，这时候已经是太后了，杨太后一家人的手里头。朝中大小的官吏呢，也全是杨俊的人。这一点呢，让贾南风非常的不满。她虽贵为皇后，但是呢无兵无权。贾南风不甘心就这么下去了，于是呢他就暗中联络了在外地手握重兵的另外一个王爷，叫司马玮。司马玮是司马衷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是20来岁，属于血气方刚那种，又手握重兵。贾南风呢手中有一个最重的砝码，就是他的傻丈夫司马衷。司马衷对他是言听计从，而司马衷又是皇帝，所以呢贾南风呢可以很轻松的就拿到圣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于是贾南风呢就以皇帝的名义让司马玮入京秦王平叛，说杨俊他们谋反。于是呢司马玮就带兵进了洛阳，就把杨俊的一家人全抓起来了。当时的杨太后杨子呢
看到父亲被抓，很着急，自己呢又出不来，又被软禁了。于是呢，他就让人写了一封信，然后绑在一个箭头上射出去。信上写的呢，就是希望有人来救杨太傅，如果来救的话，必有重赏。可惜啊，这封信就被贾南风的人获取了。贾南风拿到这封信以后，说这下太好了，我可以把这位杨太后也一起办了。杨俊被抓起来以后呢，马上就被处死了，而这位杨太后呢，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发到了金庸城，就是那个冷宫。第2年，杨太后就被活活的饿死。大家别忘了，当初晋武帝司马炎想废太子妃的时候，这位杨太后还为太子妃苦苦相劝呢。没想到没过多久，贾南风就是恩将仇报，就把这个杨太后活活给饿死了。除掉了杨俊以后呢，贾南风并没有顺利的夺权，朝中的权力呢掌握在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大臣魏冠的手里。大臣魏冠呢是一名老臣，当初选太子妃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女儿也是候选人之一，所以呢对贾充家一直是心有不满，而且魏冠呢是很不欣赏司马衷这个太子的，而汝南王司马亮呢也是不听贾南风的招呼。汝南王司马亮的资历很高，当然不会听任这么小辈的指使，所以呢，贾南风呢又想着怎么除掉这2个人，夺回大权。这一次啊，他又想到了还在洛阳没有走的司马伟。贾南风呢，先让人在私下里呢散布司马伟跟司马亮不和的这样的一个谣言，让世人都觉得呢这2个人呢已经严重的不和，斗得不可开交。然后呢，他又派人以口谕的方式让司马伟去杀了司马亮。司马伟呢，当时呢也算是留了一个心眼儿，就问了一句，说的如果让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需要有皇上的圣旨，这样我才算名正言顺。当时呢，贾南风派去的人呢就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皇上的圣旨呢？这件事情做起来必须要非常的机密才可以，不可能有皇上的圣旨。于是呢，这个司马伟啊，怎么说他就是脑子还是比较简单，就又当了一回棒槌，就派兵把司马亮给杀了。司马亮死了以后，贾南风马上就翻脸了，就指责司马伟说，你为什么杀了朝中大臣？辅政大臣你也敢杀？司马伟很冤枉，说明明是你让我杀的呀。贾南风就说没有，打死谁我也不承认，反正不是我让你干的，你自己干的，你要承担责任。于是呢，就把司马伟给关起来了，最后也把司马伟给杀了。其实这时候已经开始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中的2个王爷，一个司马伟，一个司马亮，这时候已经死了，实际上都是死于贾南风之手。除掉了司马伟跟司马亮，贾南风终于是手握大权。按说这时候他应该是心满意足了，可是不然，他心中还有一个刺，这个刺是谁呢？就是太子司马昱。这时候朋友可能会问了，怎么又蹦出一个太子啊？贾南风跟司马衷呢生育过几个女儿，但是呢没有一个儿子，这也是贾南风心中永远的痛。而在司马衷娶贾南风之前，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叫一位叫谢九的宫女去给司马衷侍寝，就是觉得我这儿子呢，智商上有点差一点，怕他耽误了什么事儿，所以呢让这个谢九啊去给他做一些启蒙教育啊。最早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探讨一些生命的意义，所以说谢九应该是司马衷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而司马衷呢也是一个好学生，他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哲学家潜质的这么一个人，在这方面呢是一点就通。后来谢九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有的资料说谢九为他生的这个儿子叫司马昱，说他是在司马衷定亲之前跟谢九生的，但是呢，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时间上对不上，因为司马衷跟贾南风定亲的时候呢，司马衷是13岁，如果在这之前他就有儿子的话，那年龄有点太小了。而且我还查了一下司马昱出生的年份，应该是在司马衷20岁的时候，司马昱才出生。那也就是说，在贾南风已经做了太子妃，司马昱才出生的。而且谢九在怀了司马昱以后呢，就被保护起来了，是在另外一个宫殿中居住，不在贾南风的眼皮底下，所以呢，司马昱也就幸免于难。应该是在贾南风挤杀了那个怀孕的妃嫔以后，谢九呢又怀孕，
然后呢就被保护起来。后来直到司马懿2、3岁的时候呢，被带入宫，那时候才确认司马懿是司马衷的儿子。后来司马衷继位以后呢，司马懿也就被立为了太子，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儿子。贾南风呢一直想除掉这个太子，但是他又没有儿子，于是呢他又想了一个办法，没有儿子我就创造出一个儿子。我和司马衷创造不出来，那我就自己创造出来。这时候正好他的妹妹贾武怀孕了，于是呢他偷偷就把妹妹接到宫里头，然后呢他又定期的往自己的肚子上面裹一些什么布啊什么东西的，让自己显怀，对外声称呢他又怀孕了。然后到了月份以后，他妹妹的孩子还真是一个儿子，就自然成了他的儿子。他有了儿子了，就更加坚定了他要废太子的这个想法。当时周围很多人都劝他，包括他的生母郭槐也劝他说不要废了这个太子。但是呢，贾南风呢是一意孤行，他深深地记住了后世一位哲人说的一句话，就是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他们找去吧。他就这样的坚持着要把太子废掉。他呢想了一个主意，有一天啊，他就派人去跟太子说皇帝病了，让你去试驾。于是呢，太子司马懿就急匆匆地赶来了，然后到了宫殿以后呢，并没有见到皇上，而是一个宫女在陪着他，还送给他很多酒，说这是皇上赐给你的，你一定要喝。这个司马懿啊，本来就不胜酒量，他不能多喝酒。但是呢，这宫女呢一再跟他说这是皇上赐的酒，你要不喝的话，那你就是违抗了圣意了。司马懿无奈就开始喝上了，还喝的真不少，据说喝了好几升。以司马懿的酒量啊，这时候已经是深度大醉了。这时候这宫女呢就拿出了一篇文章，让太子呢照着抄。太子当时已经是酩酊大醉，所以呢就把这个文字啊稀里糊涂的就抄下来了。他也没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呢，这篇文字说的意思呢，就是以太子的口吻说的，皇上啊、皇后啊都已经老了，不堪用了，说你们应该退位，让我来当。你们要退位呢，咱们都好说；你们要不退位的话，那我就自己动手了。我还要带着我的母亲谢九和我的蒋妃，是他的一个妃子，一起动手来把你们赶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太子当时就把这个文字抄了一遍，交给了这位宫女。宫女拿了这个文字以后呢，就又交给了贾南风。贾南风看了以后呢，觉得差不多，又改动了几处，然后就把这篇文字交给了晋惠帝司马衷。司马衷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大怒，说你欺负我傻，也不能欺负我没脾气。于是呢，就要责罚这个太子，要把这个太子废了，而且还要把他给杀了。当然了，这一切也要归功于贾南风在旁边的挑唆。一听说要废太子啊，朝中的大臣们和在洛阳的王爷们都不干了，因为这个太子啊还是深得人望的。在太子很小的时候啊，当年的晋武帝司马炎就非常喜欢他这个孙子。在当年有一件事情啊，当时呢宫中起火，司马炎呢就站在宫殿的楼台上看看这个火着的怎么样了。当时身边的他的孙子司马懿就拉他的爷爷的衣袖，把他爷爷拉到一边。他爷爷很奇怪，问你拉我干嘛？然后司马懿就说的宫中火起，说如果爷爷站在火光能够照射的地方的话，因为这时候宫中很乱，又防卫不当，恐怕会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谁偷偷的往上射一箭。所以呢，就让他的爷爷不要站在火光能够照耀的地方，让他爷爷站在暗处。这一下司马炎就觉得他这个孙子实在是太聪明了，比他那个儿子要强100倍。有人说司马炎最终决定把皇位传给司马衷，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看中了司马衷的这个儿子司马懿。不过司马懿长大以后还是很淘气的，这也跟贾南风故意的去纵容他有关系。就是贾南风故意的让他这样淘，不加以惩戒，就是让他变得越来越顽劣。曾经啊，有一个司马懿的太子舍人，姓杜，他呢性格比较耿直，经常跟司马懿争吵。所以司马懿呢就对他很有意见。有一天呢，司马懿呢就拿好多钉子放在了这位姓杜的太子舍人坐的椅垫的下面，
等这个杜舍人一坐下的时候呢，就哇哇的跳起来，哎，都给扎出血来了。哎，这后来呢就形成了一句成语，叫如坐针毡。贾南风要置司马懿于死地，这样的话，朝中的大臣们就不干了。挑头的大臣还是贾南风在掌权期间重用的一个大臣，叫张华。这个张华呢，在历史上也很有名，他是平民出身，很有执政才华。在他治理期间呢，政治上还是很清明的。不得不说呀，贾南风在治理国家方面虽然说没有什么特长，但是呢，他还是任用了像张华这样的大臣治理国家。他呢也是很少干预，所以张华呢也可以放开手脚的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在贾南风专政的这段期间，应该说还是政清人和的。所以说，我们看待历史中的人物呢，还是要客观的、公正的不能因为他做了很多劣迹斑斑的事情，就把它彻底否定。贾南风在执政期间，可以说这段时间在西晋的历史上还算是一段比较清明的岁月。也是因为张华他们的坚决反对，而且要求彻查此事，贾南风呢就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后来呢，他就退了一步，那就把太子给废去，让他到金庸城去反省。太子的生母谢九和他的妃子蒋妃就被处死了。贾南风废除太子的行为呢，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呢就有赵王司马伦。司马伦呢，这时候呢还是听贾南风的号令行事，算是贾南风这一派的人。但是呢，他有了自己的小算盘，他想趁此机会扳倒贾南风。这时候，司马伦身边的有一个大臣叫孙秀的，这个人给司马伦出了一个主意。说如果你现在扳倒了贾南风的话，那你只能扶持这个司马懿上位。而司马懿呢，为人刚猛，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可能也不会听你的。这样的话，你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你还不如先挑拨贾南风跟太子的关系，然后让贾南风杀死太子以后，你再趁机扳倒贾南风，这才是一个万全之策。司马伦觉得孙秀这主意不错，够损，于是呢就在外面散布谣言，说太子司马懿呢在金庸宫没有好好反省，而且还在策划着要发动叛乱，而且已经开始行动了。消息传到了贾南风耳朵里就促使贾南风下定了决心。贾南风呢就不顾周围人竭力的反对，就派他的亲信一位姓程的太医据说这个太医跟贾南风也是有私情的，派这个太医去毒死司马懿。司马懿呢是非常警觉的，他是从来都是看着他的手下的人做饭，不让他们有任何下毒的机会。对于从宫中送来的食物呢，他是绝对不吃的。这位程太医下毒不成，最后呢就是用药杵，在司马懿解手的时候，把司马懿活活打死了。司马懿一死，司马伦呢马上就翻脸了，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说他要进宫查明杀害太子的元凶，矛头直指贾南风。贾南风这时候已经犯了众怒，他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在司马伦的强势压力下，贾南风只能就范。贾南风自己酿的苦果，这次只能自己吃了。这次也再没有人来为他说情了。这次呢，他被废为了庶人，迁居到了金庸城。而后没多久，就被司马伦派人用金屑酒把他毒死了，终年45岁。司马伦还把当时朝中掌权的司空张华等那些能干的大臣全部都杀死，自封为相国，然后就开始大肆的封赏许愿，给那些他的那些奴仆什么的那些下人都给他升了官。他们当官只要一个条件，只要拥护他就行。因为当时封的官太多了，官帽上那个貂毛已经不够用了，这时候呢，只能用一些狗尾来代替这个貂毛，这就是那句成语“狗尾续貂”的由来。司马伦当了相国还不甘心，觉得还玩得不开心，于是呢，他又把晋惠帝司马恭直接的奉为了太上皇，自己就当了皇帝。大家别忘了，司马伦是司马恭的爷爷辈的人物，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儿子，是司马衷的叔爷辈的人物。现在这个爷爷居然要管自己的孙子叫太上皇，这也是一个天下奇观了。司马伦这样一登基当皇帝，天下就开始大乱了。八王之乱就算是正式开始了。之后的司马囧、司马颖、司马勇、司马懿，以及到最后的东海王司马越，
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司马伦只当了不到1年的皇帝，就被司马囧带人杀了。司马囧和其他的几位王爷又重新拥立晋惠帝司马庄归位。司马衷这时候已经有了新皇后，她的名字叫杨宪荣，这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后。她的一生中经历了5立5废，做了2朝皇帝的皇后。一朝呢是西晋的司马公的皇后，另外一朝呢竟然是匈奴人建立的前赵政权的皇后。这其中呢又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好好聊聊的故事。我想呢把这个故事呢以及蔡文姬的故事呢放在下一集中再跟大家一起聊聊。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